老向这个人在我们支行工作也有7、8年了。要说他人呢，挺老实的，工作上也是勤勤恳恳。怎么，你们怀疑是他盗窃了库款？只是了解情况，怎么能凭一面之词就断定一个人是什么罪犯呢？哎呀，这个道光初年的定窑还是真不错。这是朋友送的，我也不太懂，只知道摆着好看。怎么蒋处长对古董也很在行？哪敢称行家，就是喜欢。哎，老向这个人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比如说啊，他业余时间喜欢干点什么？哎呀，你知道我这个是平时啊会比较多，对底下这些职工啊，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呢也是不太了解。当然了，以后呢恐怕还得真多关心一下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老向嘛，也就是平时打打牌、搓搓麻将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不正经的爱好。那他都跟什么人搓麻呀？这个你放心好了，不是跟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啊，也就是什么薛飞呀，还有一些其他职员，他们一起玩。薛飞，就是那个主任说的。对。谢队长，又一个人带孩子呢。我说您也真是的，一个大男人，总带着个孩子。哎，陆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蒋处他不是要上银行行长家吗？刘凯飞要跟着，那我就回来守着呗。薛飞。您怀疑他呀？哎，也不是，就是看到这儿了。哎，这个蒋处长你们是怎么看的？我觉着你们几个人好像都挺佩服他。也不是，其实我们私底下议论过，把你跟他做个比较。您这个人吧，挺有男人味儿的，也挺坦诚的，就是自尊心强了点儿，太爱面子。蒋处那个人呢，想的东西多，有的时候我也摸不着头脑。是吗？那正是人家有本事啊，也是我们应该学的地方吧。刘行长，你说会计组薛飞，他这个人会不会跟银行失窃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认为不可能。那行，刘行长，咱们今天聊到这儿。好，好吧。好。哎，咱们走。好。哎，刘行长，啊，跟您打听一个人，您肯定听说过。谁呀？玉文。玉文，不熟悉啊，就是当年咱们齐州玉记酒业公司的老总。哦，我听说他当年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，突然自杀了。对，听说过。他在咱们银行贷过款。有可能。您知道当年是谁经办的这笔贷款吗？按当时来讲，那应该是彭中华、薛飞吧？肯定。
差不多。彭中华、薛飞。好，刘校长，随便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！谢谢啊，喜欢拿走。客气了您，再见啊。你爸抽什么风啊？我是想，拿这号暂时在这抵押一下，能借我点钱，恐怕能解决我很大的问题。而且我1年之内准还给你们。陈老师，不是我小气，说实在的，您也知道，咱是小本生意啊，一天的流水还不到300呢，哪来的闲钱借人呢？我舍着这张脸，其实也不是给我自己借钱。你们还记得我们行里那个老蔡吧？小时候，人家救过佑佑的命。现在他这样了，我不管，不合适。哎，老杜啊，都是邻居，你怎么那么不爽快呢？哎，你看啊，要说这齐州有钱的人，咱们不了解。不过可着这个院儿有家底儿的人，除了你还有谁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谁有钱呀？不，你别急，我给你算一笔账。你看啊，你们家2代人开馆子，啊，1年我给你算，就算是结余1万块钱，15、10，哎，你们家现在至少有10万块钱的存款。老陈，你能不相信吗？他能蒙你吗？得，你也甭算了啊！哎，我听听，你能拿出多少钱来？你能拿出多少存折来？哎，1万5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。陈老师，密码5486啊，您先用着。这不合适吧？这个啊不，没有不合适。陈老师，等您有了钱，您再还给我。多讨厌你爸，先跑回来了。老马，哎，嫂子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那，你先回。我跟你说，嫂子，你们家老陈呢，可是为了朋友2代插刀，想让老杜给提供点赞助。老杜如果没有钱也就罢了，是不是？他要有钱，他就不管。我跟你说，老杜这人就是孙子。你们认识老陈那可是好心人，是不是？关于老蔡这事儿啊，我站住！跑什么跑？你有毛病是不是？突然走什么你？等你半天你也不回来。有事儿啊？有什么事儿啊你？你能有什么事儿？拿这个破号干什么？卖啊！卖钱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啊？你倒是借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呀这不是老蔡那儿？老蔡又是老蔡，自个儿家的事儿还管不过来呢，还老蔡，我爹还等着钱用呢。不给他1000块钱了吗？1000块什么用啊？他欠人几十万呢。你要是为他着想，连这家都卖了算了。许先生，饭来了。咱也该吃饭了。盒饭来了。你要的盒饭。你3两。好，不生气啊。咱也该吃饭了。哎，你看这人怎么回事？这偷偷摸摸的。我没偷你的，快走。行，该吃饭了。哎，今儿我把这号吹响。吹个屁！真的。あんたらも気つけて早ういでよ。セスはお兄ちゃんの言うことよう聞くんよ。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帮我买电脑啊？等你爸成大款的。
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快了，快了。现在中午学习都用得上电脑，而且同学们都有，就我没有。是吗？现在奔腾4最好，你帮我买台奔腾4吧。奔腾4啊？嗯。你看，你爸像奔腾几啊？哎，爸，你看对面那人在干嘛？一平，啊，你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你跟杜战借了多少钱？我没跟杜战借钱啊，我找马恒建借了1万5啊。那么多啊？那么多？哎，还不够老蔡1个月的医疗费呢。咱们家还有多少钱？有多少也不够你这么大水漂用的。你告诉我，咱家到底还有多少钱？不对吧？怎么就剩4000多块钱呢？你算算吧，春节的时候你给你的养父3000多，又给学校赞助费3000多。哦，你算算，应该多少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你知道戴维为什么从日本回来吗？不知道。他是欠了人一屁股债逃回来的，老是还不上，人家那么好都追到这儿来给他要，笑什么笑？他做什么事儿我都信，真的。你可以不管，你说，我这当姐姐能不管啊？啊，管，我没有同意不管啊，可以管啊。你说你能管老蔡，你就不能管我弟弟啊？哎，要不然你给学飞借。别气他行吗？爸，帮我擦脚。啊，来了。哦，来。老向，厂长啊，过来，到办公室来趟。啊，好，我把这点事儿忙完。啊，算了，有空再说。
在我决定留在齐州深入案件的同时，陈一平也在做着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每个人关于朋友的概念各不相同。对于那个时候的陈一平来说，友谊首先意味的是帮助对方脱离犯罪的深渊。其实他在矛盾中已经意识到，无论怎样，他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背叛，所以他犹豫着。如果那个时候他有着后来的勇气，事情的结果还会是那样吗？该怎么布置还怎么布置，千万不要慌张。先从大账查起，我想那些流水，怎么也能拖上2个星期吧。话是这么说呀，他一旦拖下去怎么办？我不是说尽量拖延时间吗？啊，我已经跟其他行的几个老关系打了招呼，2个星期以后一定能划过2000万来。问题是2个星期以后他一旦划过来怎么办？这是我的事情，我只要求你不要心里打鼓，啊！我想咱们还不至于在这小阴沟里翻船吧？但愿吧。哎，你这是……哎，我说老胖，你那个小雅妹妹怎么样了？断了，早就断了。别给我胡说八道。有些话尽管不该说，但是我还得提醒你，啊，以后不管办什么事情，都必须跟我打个招呼。哎，好的。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明白？我明白。陈一鸣呢？陈老师他刚上洗手间。小秋，看来学飞要露馅了。你想告发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去邢台干什么了？我是路过那儿啊。你路过，那是我路过。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会出卖我。哎，学飞，我告诉你，你看那些事全是我干的，我干了，你怎么着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趴着在楼上，你去告啊！想告我？
这个市政府呢是有明文规定的，咱们这个老区啊属于拆迁范围。我想，诸位老师不会妨碍咱们齐州市的市政建设吧？我保证，新校舍的环境大家一定会喜欢。人是要进步的，咱们齐州是要进步的嘛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们领导说的对。校长，您说。新校舍我们去过了，离这很远的，孩子们会退学的。再说现在房子还没建好，如果现在就把我们学校拆了，我们课怎么上？孩子们怎么办呢？哎，校长，我们不是有补偿吗？我们不要补偿，这学校好几百年了，有文化价值。姐，你是跟他们一块儿的？没有，朋友。我说老陈，这种话可是不能乱讲，是要有证据的。这薛飞真就是挪用客户存款去上海炒股？你看看，啊，你不会搞错吧？总行刚才来电话，押款车要晚到半个小时。啊，你看是不是要把库箱先给封了？啊，封上，但是你专门看管。哎。老陈啊，这个事儿还得谢谢你。你看，像现在敢于跟坏现象做斗争的人是少而又少。你这种对工作如此的负责任，我是很受感动啊，对吧？尤其是你看，你跟薛飞是好朋友，正因为是好朋友，所以你就没有一味的包庇他、纵容他，没有袒护他。行长，我这不是揭发、检举，我只是想让行里弄清楚点情况。对对对，我明白，这正是我要说的，是吧？是，你看最近咱们行里呢，确实是出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而且赶上总行又在进行大规模的财务稽查，这个压力确实很大。当然，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辱，这是关系到咱们支行全体职工的切身利益。所以老陈，我说的话，你一定要明白啊！如果说薛飞这个事情是真的，那么咱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来补救；如果说不是真的，咱们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对对吧？对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事情我会马上着手去调查，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呢，我们都先要保密。你呢，就不能跟任何人再讲起了。你放心，也不能采取任何的个人行动。不会啊。好吧，先回去上班吧。啊，哎，记住啊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行长啊，要不把那个先给我？啊不，这个事情由我来调查啊。回去吧，我们都不讲。对，好吧。好。薛飞不会有事儿吧？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呐。我这不算揭发。啊，哎。
干嘛呢？赶紧赶紧！哪儿？哎，老规矩啊，3七分。还回来找饭吃干嘛呀？啊！哼！这兄弟话说的有点不中听啊。不过我今天既然坐这儿了，有必要跟你们解释一下。不错，日本这些年生意做得不小，钱也没少挣，但是觉得没意思。毕竟嘛，在人家的地方是吧？这次回来，一是散散心，二呢，看一看父母，待不了多长时间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待不了多长时间？那今儿咱们还有必要坐在这儿吗？青青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想找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。老柯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公司里特别缺一个有能力的人吗？让我帮你找，对吧？有能力，我多少年的哥们儿了，真的，人又踏实。他要是在你身边当你的帮手啊，你就等着拿麻袋搂钱吧你。这搂钱是没错，咱们今儿大伙儿坐在一块儿，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可是我只凭青青这么说，我怎么信你啊？咱们毕竟是萍水相逢啊，戴先生。柯老板，信不信我的没什么意义。我觉着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青青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兄弟，先别走啊，合不合作的咱另说，交个朋友嘛，是不是？黑社会啊！老柯，你怎么回事儿啊？哎呀，他平常对我说话就这样，有口无心的，是不是老柯？他没别的意思，这事儿还没谈完呢。好，说吧，戴先生想在本公司谋个什么职？柯总，这个得您来定啊。好，那咱们先过几件事儿。如果真挣了钱，什么都好说。柯老板，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送你一句：想做事找我。你对了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啊，握个手吧。
怎么了？有事儿了？严重吗？要是不严重，能约你到这儿来，弄得跟小偷似的，偷偷摸摸的。那薛飞这个笨蛋，私自挪用储户资金去做个人投资生意，他一招不慎，陷在陈一平那儿了。真的？我就说这小子他妈不地道，他干净不了，早晚会出事儿。关键是公安局已经盯上他了，联系。那好啊，那太好了，这回他可有把柄抓在我们手里了，看他以后再怎么嚣张。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儿。你想想，他万一要是被公安局抓了去，就不怕殃及池鱼，把你我也给拖下水？倒也是。那怎么办啊？所以说，得想办法摸摸他的底，看他到底知道什么。你我呢，我觉得你找他谈更合适。我要是出面的话，是不是觉得事情太严重了？你说呢？我去。好吧，那就我去吧。乐乐，奶奶好点吗？哎，爸，快过来啊！哎，小朋友，嗯，上几年级了？初一。你爸是干什么的？你是谁啊？你干嘛的？我啊，我是北京来的一个处长。秦老师，这个给你。呀，这不合适，邹老先生刚去世，不好，这样不好。秦老师，咱们10几年的老邻居了，你们也没为我少操了心，邻居之间借点钱算什么呢？啊！我也给杜撰讲了，他同意拿出1万5。秦老师，你看这样够不够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秦老师，你就拿着吧。那我就先收着。哎，邹奶奶，我一定尽快的还你们。哎呀，那我就谢谢了。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那邹奶奶，我先走。哎哎，你这么好，哎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哎哎。你到这儿来干嘛？我到这来视察的。我要在你们这儿住一段时间，比较长。有空上来玩。哦。以后记住了，不要再和这个人讲话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他做什么呢？薛飞，咱们正式谈话之前，我要跟你声明一下啊，这次找你来，我不是代表我个人，而是代表组织来正式和你谈。我想，你总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儿。组织上没有对你马上采取处理措施啊。要不然也不会把你约到这个地方来。主要是考虑到
不管怎么说，你毕竟是行里的老同志，又是主任出纳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想，最好由你自己把问题说清楚。我想，你不会不明白我跟你说的这些吧？哎，呸！什么东西？黄正华，你说了半天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跟我那说什么呢？学飞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也许你还不太明白你目前的处境。60万是个不小的数目，至少要判10年以上的徒刑。这还是按照一般的挪用公款论处。要是按照监守自盗来论处的话，我好怕哟！60万得判无期徒刑啊！看来你并不糊涂。那好吧，现在你就一五一十的讲出来。我希望你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环节。我可以说，我可以交代问题，但是在我说之前，我得弄明白一件事儿：60万就得判无期徒刑。那2000万在账面上挪来挪去，枪毙2、3个来回，不算过分吧？这个月费用是5300。多少？5300。我先交2000行吗2000，那好吧，剩下的部分尽快交上来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么大一笔款子在账面上那么挪腾，如果我都没发现的话，你一定该说我不称职了。还有谁知道？该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不该知道的我也不乱打听。都是聪明人，怎么能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啊？学飞，你说的这些事儿，你还跟别人说过吗？我是说，你还和行里的别的什么人提过吗？瞧你紧张的，你放心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笨。人与我方便，我与人方便。中国人历来就是礼尚往来的。毛老头那几句游击战争诀窍怎么说来着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我话说的够多的了。我今儿晚上还有麻局，我先走了，茶钱你买单。我60万要是无期，你们2000万就得枪毙。
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老板，来2串啊。蒋华同志，你来了啊，哎，人呢？在后边。给，谢谢。不错不错。好的，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就当是相识纪念吧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哟，这谁呀？像你吧？他叫什么？叫 Snoopy， 农民连这个都不知道。玩，谢谢。静静，咱们还是聊点正事儿吧。聊什么正事？还是关于柯振华和他那个质地公司的事。咱今天别谈这事儿，行吗？来了，亲戚。哎。红叶，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。你慢慢吃。我不吃了。你跟他很熟吗？刚认识。倩倩，论年龄呢，我毕竟比你长几岁，我觉得有必要把有些话跟你说明白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还有他那个质地公司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？蒋涵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齐州啊是个特别平和的城市，真的，3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儿。你也看到了。我们齐州人都那么淳朴，那么善良。你不要老拿警察的眼光去看别人，总是疑神疑鬼的。齐州平和吗？可就在1个星期前，就在齐州，就发生了一起民工捆绑着炸药去抢运钞车的事，这你知道吗？接下来，在商业银行连续发生了2起库款丢失的案件，你听说了吗？还有，几天前又发生了2起杀人案，这你都知道吗？你能说齐州平和吗？齐州的治安好吗？知道，那个捆绑着炸药去抢银行的人，就是柯振华他们质地公司底下的一个民工。所以我说柯振华这个人是有背景的。晴晴，你很年轻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跟这些人搅到一起去，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来，红叶，你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懂。
了。